一杯咖啡是趁热喝好呢，还是放凉了加冰块再喝更过瘾？别以为这只是温度的差别，其中隐藏的健康学问可大着呢。从抗氧化成分、咖啡因释放，到对肠胃的刺激、代谢影响、牙齿健康，甚至长期疾病风险，热咖啡和冷咖啡之间竟然有这么多门道。让我们一探究竟，看看哪种喝法对身体好处更多，又有哪些出乎意料的区别吧。咖啡自从几百年前传入人类的生活以来，一直都是热腾腾的形象。相传在古老的埃塞俄比亚、伊索比亚，牧羊人卡尔迪发现了咖啡豆的提神奥秘。自此之后，烘焙研磨再用热水冲泡咖啡成了历史悠久的传统。人们习惯性的趁热喝咖啡，享受那股香浓温暖带来的精神振奋。毕竟在过去，天气寒冷的清晨，捧着一杯热咖啡暖手暖心，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不过，随着时代演进和饮食文化的创新，冷咖啡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早在19世纪，有人开始尝试将咖啡加上冰块或者冷却后饮用，发现别有一番风味。近年来，冷萃咖啡更是风靡全球，将咖啡粉用冷水长时间浸泡，释出咖啡的精华。炎炎夏日，来一杯冰凉的咖啡，比起热咖啡更能消暑提神。于是，咖啡要不要放凉喝这个问题就成了当代咖啡爱好者们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但是，喝热咖啡和冷咖啡，除了口感和温度差异之外，对身体的影响竟然也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就把热咖啡和冷咖啡摆上擂台，从多个角度来场大比拼，看看谁的健康表现比较出色。首先登场的是大家常听到的抗氧化物质。这类物质是体内专门对付自由基的小英雄，自由基会加速老化，损伤细胞，而抗氧化物质就像清道夫一样，帮助我们扫除体内的生锈问题。咖啡其实富含多种抗氧化成分，其中绿原酸就是咖啡豆里主要的抗氧化明星之一。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少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甚至与降低某些癌症风险都有关系。那么热咖啡和冷咖啡哪个含有更多抗氧化好物呢？科学家们也对此十分好奇。近年的研究比较了热冲泡和冷冲泡的咖啡成分，结果发现热咖啡通常萃取出较高水平的抗氧化物质。简单来说，滚烫的热水就像催化剂，可以更充分地释放咖啡粉里的绿原酸等有益成分。而冷水萃取因为温度低，虽然经过较长时间浸泡也能提取出香气和咖啡因，但在抗氧化物含量上略逊一筹。特别是深度烘焙的咖啡豆，热冲泡和冷冲泡在抗氧化活性上的差距会更明显。深烘豆用热水泡出的咖啡，抗氧化物质比冷萃深烘咖啡高出更多。对我们普通人而言，这意味着如果你想通过咖啡摄取更多对抗老化和疾病的抗氧化营养素，也许热咖啡会是略胜一筹的选择。当然，冷咖啡中也有不少抗氧化成分，只是总量稍微低一些而已。因此并不是说冷咖啡就不健康，只是在抗氧化大比拼这一回合中，热咖啡稍稍占了上风。接下来轮到大家关心的咖啡因。咖啡因是咖啡里让人提神醒脑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只小闹钟，喝下咖啡后在体内敲响，使我们感神振奋。很多人以为冰咖啡是不是没那么提神，或冷萃咖啡是不是咖啡因更多更刺激？其实咖啡因的总量主要取决于咖啡粉和水的比例、豆子的烘焙程度以及冲泡时间和最终咖啡的浓度。温度本身并不会改变咖啡因的化学结构，所以咖啡或冰咖啡本质上咖啡因含量可以一样。不过现实中常见的冷萃咖啡往往采用较高的粉水比例，甚至做成咖啡浓缩液，再加冰块或水稀释。因此，如果直接喝没有充分稀释的冷萃咖啡，它可能含有比一杯普通热滴漏咖啡更多的咖啡因。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冰咖啡后劲很强，一杯下肚心跳加快，精神抖擞。反过来说，如果你只是把一杯普通热咖啡放凉或者加冰块，它的咖啡因总量并不会因温度改变。简单举个例子，用同样多的咖啡粉，一种用热水快煮几分钟，一种用冷水慢泡10几个小时，最后得到的咖啡液中咖啡因含量其实相差不大。科学实验也支持这一点，热泡咖啡和冷泡咖啡的咖啡因浓度差别并没有想象中悬殊。因此，
在提神效果这一环节，胜负其实取决于浓度而非温度。如果你想要猛一点的提神效果，可以选择浓一点的冷萃；反之，想睡前来杯不那么强劲的，也可以选淡一点的冰咖啡或低因咖啡。但总的来说，同样一杯200毫升左右的黑咖啡，热的冷的咖啡因含量差异不大，都足以让瞌睡虫逃之夭夭。需要提醒的是，咖啡因摄取过多可能引起心悸、焦虑或失眠。无论热咖啡还是冷咖啡，每天适量饮用才是王道。一般建议成人每天的咖啡因摄取最好不要超过约300毫克，大约相当于2到3杯中杯咖啡的量。超过这个量，你可能就不再是提神，而是变得紧张、坐立不安了。很多人喝咖啡都会关心一件事，这咖啡会不会伤胃？确实，有些胃敏感或有胃食道逆流、胃酸倒流问题的人，喝了咖啡容易胃灼热、泛酸水。造成这种情况的一大元凶就是咖啡的酸度。咖啡本身呈微酸性，特别是热咖啡，味和苦味往往比较明显。说到酸度，别以为尝起来酸才算酸，咖啡中的酸包含了各种有机酸，如奎宁酸、苹果酸等等。热咖啡因为高温萃取，往往溶解出较多的酸性物质，喝起来酸涩感稍强，对胃的刺激也会比较直接。很多人在空腹喝热咖啡时会觉得胃不太舒服，就是因为胃酸分泌增加，加上咖啡酸刺激，容易导致不适。相比之下，冷咖啡，尤其是冷萃，因为低温萃取，总酸含量通常较低。有研究测试了多款咖啡，发现冷萃咖啡的总可滴定酸比热煮咖啡低一些。换句话说，冷泡出的咖啡虽然酸碱度和热咖啡差不多，都在弱酸范围，但冷咖啡里头能在化学上与碱中和的酸性物质总量更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冷萃咖啡比较顺口，不刮胃的原因。对于有胃食道逆流或消化道容易不适的人来说，冷咖啡相对友好，不太容易诱发胃酸过多或胃烧灼感。除此之外，热咖啡的温度高，本身也可能对消化道造成热刺激。想象一下，超烫的饮料直接灌下肚，食道和胃黏膜可不是铁打的，长期喝过烫的饮品可能对黏膜造成伤害。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热咖啡的人，也别烫得入口即伤喉咙，稍微放温一点再喝对肠胃更好。而冰咖啡在这方面就不存在烫伤隐患，顶多就是冰凉刺激。有趣的是，很多人都把咖啡当成肠道马达，不论热咖啡还是冷咖啡，都有人一喝完就想上洗手间，仿佛喝下去的不是咖啡，而是泻药。其中奥妙跟咖啡因刺激肠胃蠕动有关。不过，民间经验常说，冰咖啡更容易让人跑厕所。早上来杯冰拿铁，可能马上就感觉肠子开始蠕动。虽然科学上对热咖啡和冷咖啡谁更通便并没有定论，但许多咖啡爱好者分享，他们觉得冰的咖啡确实有更明显的诱发便意效果。可能因为冷饮进入肠胃，温度刺激，再加上咖啡因双重作用，加速了肠道起床。所以，如果你有便秘的小困扰，不妨试试早上来杯冰咖啡，说不定有奇效。但如果是长途旅行中，可要小心喝冰咖啡，热的途中频频找洗手间哦。综合来看，在肠胃友善度这场比拼中，冷咖啡略胜，它酸度较低，对胃刺激小，又不用担心烫伤食道。不过，无论热咖啡还是冷咖啡，空腹大量喝都可能让胃不舒服，所以最好在适当时机喝，或搭配点心一起享用，减少对胃的刺激。很多爱美或健身的人会关注咖啡对新陈代谢和体重管理的影响，毕竟咖啡因是众所周知的代谢促进剂，常被添加在减肥补充品里。喝咖啡能稍微提高身体的代谢率，帮助燃烧更多热量，同时也能抑制一点点食欲，让人暂时不觉得饿。那么，热咖啡和冷咖啡在这方面会有不同吗？从咖啡因的角度来看，只要咖啡因含量相当，对基础代谢率的提升效果就差不多，不会因为咖啡是热的，是冷的，身体就认得出来而做出不一样的燃脂反应。换言之，你喝下一杯含有100毫克咖啡因的咖啡，不管热冰，这100毫克咖啡因都会作用于中枢神经，提高心跳和血流，稍稍加快热量消耗。不过，饮用温度确实对身体有一些微妙影响。例如，喝下一杯冰凉的饮料，
身体会消耗一点点额外的热量来将液体加热到体温，但别高兴太早，这点冰热量消耗极其有限，也就几卡路里，无法指望靠喝冰饮来减肥，而喝热饮则可能让你出点汗，身体启动散热机制，过程中也需要耗能，同样地，这个作用也很轻微，所以饮料温度对热量消耗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健身减肥还是得靠运动和控制饮食，不能寄望喝热咖啡多燃脂或喝冰咖啡动脂肪。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咖啡里加了什么。如果你喝的是纯黑咖啡，无论冰热都是几乎没热量又能促进代谢的好帮手。但如果你喝咖啡喜欢加很多糖、奶精或者鲜奶油，那情况就不同了。热咖啡常常酸苦比较重，很多人忍不住多加糖和奶调味，反而冷萃咖啡因为风味较顺，口甘甜，不加糖也能接受，或者只需加一点奶就很美味。少加一份糖就等于少摄取不少热量呢。所以在体重管理这点上，冷咖啡有个间接优势，它让人不易察觉地减少糖分摄取。当然，如果你喝的是一大杯焦糖拿铁冰沙，那不管冰热都摄入了大量卡路里，代谢再快也烧不掉的。另外有研究指出，咖啡中的多酚，例如前面提到的绿原酸，有助于调节血糖和脂肪代谢。长期适量喝咖啡的人得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较低，部分原因可能就在于咖啡提升了胰岛素敏感性，减少发炎。热咖啡萃取的多酚较多，也许在这方面稍占优势，但冷咖啡提供的益处也不容小觑。毕竟咖啡该有的营养它也都有保留，所以在代谢影响这块，冰热咖啡打成平手。重点是喝对方式，尽量喝不加过多糖分的黑咖啡，并且适量饮用，长期下来对控制体重和代谢健康才会有帮助。爱喝咖啡的人常常有个烦恼，就是牙齿被染成了咖啡色。长期喝咖啡会让牙齿表面沉积色素，也就是所谓咖啡牙。那在健康方面，热咖啡和冷咖啡有区别吗？首先，不管冰咖啡、热咖啡都含有深色的善凝物质，时间久了都可能让牙齿变黄变暗，这方面两者几乎一样，只要咖啡有接触到牙齿，就可能留下痕迹。然而，温度可能会带来一些间接影响。当你喝一口非常热的咖啡时，热度可能使牙齿表面的珐琅质，也就是牙釉质，因热膨胀出现微小的孔隙或裂痕。虽然肉眼看不见，但这些细小的空隙就给了色素可趁之机，趁机渗入牙齿表层，时间一长就形成了顽固的黄渍。相对地，冷咖啡温度低，对珐琅质的热膨胀影响小一些，染色的速度可能没那么快。另外，前面提到酸度也和牙齿有关，酸性的饮食会软化牙齿珐琅质，使其更容易受损和着色。热咖啡的酸含量稍高，所以如果经常喝热咖啡，牙齿所处的酸性环境稍强，长此以往，对珐琅质可能有轻微的侵蚀作用。冷萃咖啡酸度低一点，相对对牙齿的酸蚀作用也低一些，这意味着冷咖啡或许对牙齿表面的侵蚀较少，再加上不那么热，不会造成热胀冷缩的刺激，理论上对牙齿更温和。还有一点很实际，喝冰咖啡很多人会使用吸管，这其实是个保护牙齿的好习惯。通过吸管，咖啡直接从口腔中间吸入喉咙，减少与门牙、前排牙齿的直接接触，咖啡色素就不那么容易粘在牙齿上了。而喝热咖啡一般不方便用吸管，咖啡液会充分接触牙齿表面，每一口都在给牙齿染色，因此冰咖啡在使用方式上也间接让牙齿保持白净方面稍占优势。不过话说回来，咖啡对牙齿的影响还是次要的，重点在于你平常的口腔清洁。如果每天认真刷牙，饭后漱口，咖啡留下的色素还是有机会清理掉，不至于让牙齿长期变色。此外，喝完咖啡后过半小时再刷牙比较好，因为马上刷牙反而可能在酸性环境下损伤珐琅质。总的来看，冷咖啡稍稍在牙齿健康上表现好一点点，但差异不大。如果很介意牙齿美白的人，可以考虑喝冷咖啡并用吸管，以及定期洗牙保持牙齿光洁。最后，我们来谈谈长期疾病风险，这可是健康议题的重头戏。我们都关心喝咖啡会不会对心脏不好，会不会致癌，或者对大脑有什么影响。现代医学大量研究表明，
适量喝咖啡其实和多种慢性疾病的较低风险相关，这对咖啡爱好者是个好消息。先说心血管疾病，过去有人担心咖啡会让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增加心脏病或中风风险，但研究发现，每日适量饮用咖啡与心血管健康无害，甚至有益。有统计显示，每天喝1到3杯咖啡的人，罹患冠心病、中风的风险比不喝的人略低。咖啡中的抗氧化物质和咖啡因可能有助于改善血管功能，降低体内慢性发炎，从而保护心脏。不过，这指的是适量且不滥加糖奶的黑咖啡。如果每天咖啡因摄取过多，导致持续的高血压或睡眠不足，那对心脏反而不利。此外，冲泡方式也有影响。未经滤纸的咖啡，比如法式绿鸭壶煮的或部分冷萃咖啡，较高的咖啡油脂成分、咖啡醇和咖啡脂，这些物质可能使胆固醇稍微升高。胆固醇高是心血管风险之一，所以如果你有高胆固醇问题，最好选择用滤过的咖啡。不论冰热，只要是有过滤的咖啡，都能去除大部分提升胆固醇的油脂。再看看癌症风险，咖啡本身并非坏东西，相反，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咖啡摄取与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举例来说，长期喝咖啡的人，肝癌和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较低，这被归功于咖啡促进肝脏代谢以及抗氧化减少细胞受损的效果。当然，这些都是相关性的研究，并不是说咖啡能当药喝，但至少打破了咖啡致癌的迷思。其实，之前大家担心咖啡致癌，主要是担心咖啡烘焙过程中产生的丙烯酰胺等物质。不过，一般饮食中通过咖啡摄入的丙烯酰胺量很低，而且喝咖啡带来的好处似乎远大于这点风险。但有一点要注意，饮用温度跟某些癌症风险关系。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曾经指出，经常喝超过65度的热饮，不止咖啡，包括茶或开水，可能增加食道癌的风险。因为太烫的液体会反复烫伤食道，造成慢性刺激和细胞损伤。也就是说，如果你咖啡喜欢趁热烫口喝，反而对食道不好。相比之下，冷咖啡完全没有这个隐忧。所以在防癌这件事上，不是咖啡本身的问题，而是别喝太烫。爱喝热咖啡的人稍微放凉再喝，其实对健康更有保障。最后谈谈神经系统和大脑。咖啡因是大脑的好朋友，也是坏朋友。一方面，它可以提高注意力、记忆力。在犯困时，一杯热咖啡往往能让脑袋清醒过来。长期来看，有研究发现，喝咖啡与较低的帕金森氏症发生率有关。这主要归功于咖啡因对脑中神经传导物质，如多巴胺的影响。另外，适量咖啡可能降低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风险，延缓认知功能老化。不过，这些保护效果不会因为咖啡是热是冰就改变，毕竟主要功臣是咖啡因和抗氧化物，两者冰热咖啡都具备。相反地，咖啡因过量或者对它敏感的人，可能出现焦虑、失眠，甚至影响情绪。因此，情绪和脑健康的关键在于适量，别让咖啡因成为双刃剑。有人下午或傍晚喝杯冰咖啡，结果晚上睡不着觉，日子久了反而精神状态变差，这就得不偿失了。整体来说，无论热咖啡还是冷咖啡，只要适量饮用，都和多种健康益处有关。前面提到，哈佛大学的营养学专家就指出，经常喝咖啡的人，第2型糖尿病、心脏病、失智症、抑郁症等风险都略有降低。这些益处来自于咖啡中的营养元素和生理作用，而非单纯温度。所以您大可不必因为健康考量而强行改变喝咖啡的习惯。喜欢热咖啡就慢慢品热咖啡，喜欢冰咖啡就开心喝冰咖啡。两种咖啡都能给身体带来正面作用，只要记得不要量，并注意好糖分和热量的控制就行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吧。热咖啡和冷咖啡各有千秋。从健康角度看，热咖啡的优点，抗氧化物质含量较高，提供更多清除自由基的保护，咖啡香气浓郁，能带来更强的满足感。有研究指出，咖啡香气本身就能让人心情愉悦呢。喝热饮在寒冷时节能促进血液循环，整个人暖洋洋的，很舒服。潜在缺点，酸度较高，可能对胃刺激较大，容易引起胃灼热或不适。太烫饮用可能伤喉咙和食道，对
对牙齿的着色和珐琅质影响稍重。如果饮用后不注意口腔清洁，容易出现咖啡牙。冷咖啡的优点：酸度较低，口感滑顺不伤胃，肠胃敏感的人也较容易接受。常用冷萃法可以减少苦涩，需要添加的糖和奶精相对较少，总热量负担低一些。冰凉的咖啡在炎热天气更解暑，也不存在烫伤食道的风险。使用吸管饮用还能减少对牙齿的染色。潜在缺点：抗氧化物含量略低于热咖啡，理论上保健功效稍逊，因为顺口，可能一不小心喝太多咖啡因摄入过量，尤其冷萃浓缩咖啡容易不知不觉喝很多。天冷时喝冰的可能让身体感到不适，且冬天喝冰咖啡不容易暖身。归根结底，两种咖啡各有好处，也各有需要留意的地方。如果你追求咖啡的保健效果，不妨在早晨来一杯热咖啡，补充满满抗氧化能量。如果你在意胃的感受或牙齿健康，下午换成一杯顺口的冰咖啡，放松身心也不错。最重要的是依照自己的体质和喜好选择，毕竟健康生活也要兼顾愉悦心情。一杯自己喜欢的咖啡，才能带来身心双重的满足。小提示：无论热咖啡还是冷咖啡，建议咖啡因摄取控制在每日适量，并尽量少加糖和高热量的配料。喝完咖啡记得喝点白开水或漱口，中和口腔的残留酸性并冲掉色素，牙齿会感谢你。总而言之，只要掌握好度，热咖啡和冷咖啡都能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现在你手中的咖啡是热的还是冰的呢？无论是哪一种，都请心怀感恩地享受这杯黑色能量，为你的生活提神添彩吧。你是不是每天早上都要来一杯香浓的咖啡提神呢？咖啡的香气扑鼻而来，瞬间赶走瞌睡虫，简直是上班族的救星。但是小心，一杯好咖啡如果搭配错了，伙伴可能会从天使变恶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喝咖啡的学问。咖啡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健康益处？又有哪些地雷千万别和咖啡一起碰？哪一种食材和咖啡一起喝能够护肝抗发炎，加倍咖啡的好处？最后还有名医传授的5招正确喝咖啡技巧，教你把咖啡喝得健康又安心。准备好了吗？赶快端起你的咖啡，我们开始吧。咖啡的5大健康益处不只是提神而已。很多人以为咖啡只是提神饮料，其实适量喝咖啡对健康大有好处。先来报告好消息，咖啡在医学研究中展现出降低多种疾病风险的潜力。降低癌症风险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喝咖啡真的和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例如肝癌、乳癌、大肠癌这3大癌症。研究发现，常喝咖啡的人罹患率比较低。咖啡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绿原酸，可以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减少癌细胞形成的机会。可以想象，咖啡里有一群小小盾牌卫士，帮助我们抵挡癌变的侵袭。而且世界卫生组织早已解除对咖啡可能致癌物的警告，反而指出每天适量喝咖啡不会致癌。当然，前提是正确饮用。如果方法不对，比如等等要提到的地雷习惯，那就另当别论了。护肝，远离脂肪肝。如果说咖啡对哪个器官最好，很多医生会投票给肝脏。咖啡和多酚能促进肝脏代谢，减少脂肪囤积。有趣的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曾做过一个小白鼠实验，让一群老鼠吃高油脂食物，其中一半老鼠再搭配浓缩咖啡，另一半没有。结果你猜怎么着？喝咖啡的那批老鼠脂肪肝明显改善，肝脏上的肥油都消了不少。这显示咖啡有助于预防和逆转脂肪肝。在人类研究中也发现，每天2到3杯黑咖啡与较低的肝硬化和肝炎风险相关。咖啡就像肝脏的贴心小棉袄，帮助减少肝细胞发炎纤维化的几率。对于常熬夜、应酬、喝酒伤肝的人来说，适量咖啡或许是保肝的小帮手哦。预防糖尿病，改善代谢，每天1杯咖啡，糖尿病找不上门。虽然不能这么绝对，但咖啡确实有助于降低第2型糖尿病风险。咖啡因可以提升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加速血糖代谢。不少研究显示，每天喝咖啡的人罹患糖尿病的比例更低。有统计指出，每增加1杯咖啡，2型糖尿病风险大约降低5到 7%。想象咖啡在体内开启加速器，让糖分赶快燃烧，别囤积。
长期下来就不容易得糖尿病。此外，咖啡还能提高基础代谢率，帮助身体多燃烧一些热量，对控制体重、预防肥胖也有加分效果呢。保护大脑，预防失智。担心年纪大会失智，记忆力变差吗？爱喝咖啡的人在这方面或许占点优势。研究发现，咖啡饮用与较低的失智症和帕金森氏症风险相关。咖啡因能促进中枢神经的兴奋，长期下来可能对脑部有保护作用。还有研究指出，咖啡可以减少大脑中一些与阿兹海默症有关的有害蛋白质沉积。简单说，咖啡就像给大脑做运动，保持脑细胞活跃，不偷懒，老了比较不会糊里糊涂。难怪有人笑称咖啡是液体脑黄金。当然，前提还是适量两字，喝太多反而睡不着，头昏脑胀就不好了。提升运动表现，燃脂助攻。喜欢健身的人一定知道，咖啡是天然的运动助燃剂。运动前半小时来杯黑咖啡，咖啡因会刺激肾上腺素分泌，让你精神饱满，反应更灵敏。运动时因为肾上腺素提高，脂肪分解会加快，燃烧更多卡路里。有减重医生指出，适量咖啡因摄取可以多燃烧 17% 的脂肪，这可是实验数据支撑的。有研究让一组人运动前喝咖啡，结果他们运动中消耗的脂肪比没喝的人高出将近1/5。对于需要耐力的项目，咖啡也能提升表现。例如跑马拉松的选手常在赛前摄取咖啡因来延缓疲劳。可以说，咖啡是运动员的隐形队友，帮助你跑更快、跳更高、练更久。听完这些，是不是对咖啡刮目相看了呢？防癌、护肝、抗糖尿病、顾大脑、助减重，咖啡简直像健康万灵丹。不过先别急着狂灌咖啡，在拿起咖啡狂欢之前，我们还要了解如何正确喝咖啡。再好的东西，方法不对也可能适得其反。接下来就进入咖啡的注意事项和黄金喝法，让你把好处收入囊中，同时避开那些暗藏的风险。咖啡虽好，可不要贪杯或乱搭配。如果饮用方式不当，咖啡也有潜在风险和禁忌，需要当心。高温烫饮，小心食道受伤。很多人爱趁咖啡热乎乎时大口喝下，觉得暖胃又过瘾，但太烫的咖啡其实会灼伤口腔和食道黏膜。世界卫生组织提醒过，摄氏65度以上的热饮可能提高食道癌风险。长期喝烫咖啡就像天天拿热水烫食道，细胞反复受伤修复，久了可能走上癌变的不归路。所以喝咖啡别心急烫嘴，稍微放凉到温热再喝，既不伤喉咙，又能细细品味香气。咖啡因过量，副作用找上门。适量咖啡让人精神抖擞，但过量咖啡因会让人变成抖动的松鼠。常见的咖啡因副作用包括心跳加快、手抖焦虑、血压上升，甚至引发心悸。尤其空腹大量喝浓咖啡，可能刺激胃酸分泌，引起胃痛或胃灼热。有些人天生对咖啡因比较敏感，下午喝一杯晚上就失眠，属绵羊。还有研究指出，每日咖啡因摄取超过400毫克，约4杯黑咖啡可能让人产生依赖，甚至影响情绪，感到焦躁不安或不幸福感。所以虽然咖啡好喝，也千万别一杯接一杯猛灌，适可而止才能长期受益。特定族群慎用，并非人人都适合大量咖啡因，例如孕妇就被建议限制咖啡摄取。怀孕期间过多，咖啡因可能增加流产或胎儿发育不良的风险。所以医生通常建议孕妈每天咖啡因不超过200毫克，大约1小杯美式咖啡的量。令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神经系统较脆弱，也不宜喝浓咖啡，以免影响睡眠和骨骼成长。胃溃疡、胃食道逆流患者则要小心咖啡因和酸度对肠胃的刺激。空腹喝对他们而言像在伤上撒盐，疼上加疼。心脏病、高血压或容易心悸的人也要节制咖啡因，否则可能让心血管负担更重。简单来说，体质敏感或有以上状况的人，喝咖啡前最好咨询医生意见，或选择低因咖啡，托咖啡因来过瘾就好。乱搭配的交互作用，喝咖啡时如果同时摄入某些特殊物质，会产生不良的交互作用。抵消咖啡好处不说，还可能带来额外风险。常见的例子有酒精，很多人喜欢喝完酒再来杯咖啡提神，或者调配咖啡酒饮，例如爱尔兰咖啡，但咖啡因加酒精是危险组合。
咖啡因会掩盖酒醉的感觉，让人误以为自己清醒，其实反而容易喝更多酒，增加醉醺醺做傻事或酒精中毒的风险。而且酒精和咖啡都会让身体脱水，心跳加速，一起摄取等于双重脱水，双倍心脏负荷，对心血管相当不利。香烟，不少老烟枪习惯一手咖啡一手烟，认为这是享受，其实这组合对健康可谓雪上加霜。咖啡因和尼古丁都是兴奋剂，会让心跳加快，血压上升，血管收缩，两者同时摄入，心血管压力翻倍，短期可能出现心悸头晕，长期更可能触发心脏病、中风等严重问题。此外，研究发现咖啡配香烟还可能提高致癌风险。香烟中的致癌物本来就在破坏细胞，若再加上咖啡因促进某些有害物质吸收，等于推了一把癌细胞的生长。巧克力与高咖啡因食物，咖啡配巧克力，听起来很搭，对吧？很多人喝咖啡喜欢咬块巧克力当甜点。然而巧克力，特别是黑巧克力和可可粉，本身也含有咖啡因和可可碱等兴奋物质。当咖啡遇上巧克力，等于双份咖啡因下肚，容易让心跳更加剧烈，出现焦虑、颤抖等不适。此外，巧克力含糖不少，咖啡因短时间内还会降低胰岛素作用，两者同时可能让血糖飙高，更难控制。除了巧克力，一些含咖啡因的能量饮料、浓茶或减肥药，若和咖啡一起摄取，过多的刺激也可能让人亢奋过头，出现心神不宁或血压飙升的状况。所以一天中各种含咖啡因的东西要适量分散，别一口气堆在一起吃，咖啡因叠加可不是开玩笑的。保健食品和药物，早上吞了一把维他命或中草药丸，紧接着灌咖啡，这习惯也不太好。咖啡因具有利尿作用，可能让营养素还没吸收就被赶出体外，等于白吃保健品，浪费钱。尤其像补铁剂、钙片这类，咖啡中的多酚会影响铁质吸收，咖啡因会增加钙流失，服用实在不划算。还有些药物如镇定剂、抗抑郁药、甲状腺药等，咖啡因会干扰药效或加重副作用，医生通常建议错开服用时间。总之，咖啡不是万能溶剂，不是什么都能一起往肚子里送。服药和吃保健品时，最好避开咖啡，同理也别拿药丸当下咖啡的茶点啰。喝咖啡时有两大禁忌搭配一定要避开，它们一个是很多人晨间习惯却暗藏杀机，另一个也是聚会常见却危机四伏。这对黑名单组合就是咖啡加香烟和咖啡加酒精。赶紧来了解为什么这两样东西绝不能和咖啡一起，否则后果严重。1. 咖啡加香烟，癌症与心血管风险加倍。不少老烟枪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点烟、煮咖啡，甚至空腹就开始咖啡配烟的日常仪式。他们形容没有尼古丁和咖啡因就无法开始一天。然而这种爽快其实是拿健康做交易，咖啡中的咖啡因和香烟中的尼古丁、焦油等物质联手，对身体的伤害不只是1+1，而是远超2的倍数。首先，两者都会让心跳变快，血压上升，血管收缩，增加血栓和心脏病风险。抽烟已经使心血管处于紧绷状态，再倒入一杯浓咖啡等于火上浇油。有研究针对长期抽烟的人发现，如果同时大量饮用咖啡，他们罹患心肌梗塞和中风的几率明显高于只抽烟不喝咖啡者，简直就是双倍加速血管老化。更可怕的是致癌风险，香烟本身含有多种致癌物，对肺、口腔、食道、胰脏等全身多处器官都构成威胁，而咖啡因会促进新陈代谢，也可能加速香烟致癌物在体内产生作用。有医学统计指出，嗜烟又嗜咖啡的人，膀胱癌、口腔癌的发生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数倍之多。这或许是因为咖啡因加快了有害物质循环到膀胱等器官的速度。换句话说，咖啡陪香烟等于陪着癌细胞一起爬满全身。听到这里，如果你有咖啡加烟的习惯，是不是该猛敲警钟了？名医刘伯仁就曾直言，咖啡配香烟是健康地狱组合，奉劝大家赶快戒掉。早上想提神，咖啡可以喝，但香烟不行。嘴馋想抽烟，千万别拿咖啡来送烟，一杯白水润润喉就好。为了心脏和远离癌症，咖啡加香烟，敬而远之。2. 咖啡加酒精，咖啡越喝越醉。
肝脏脑袋一起遭殃。有人喜欢在派对喝点调酒，比如把威士忌加进热咖啡，变成香醇的爱尔兰咖啡，或者通宵 KTV， 后来杯黑咖啡提神醒酒，看似一冷一热，一醉一醒可以中和，但事实正相反，咖啡加酒的组合对身体相当凶险。首先，咖啡因会让人一时感受不到酒意，正常喝醉时，人会想睡，动作变迟缓，是身体发出不要再喝了的信号。但咖啡因把这信号给屏蔽了，让你误以为自己还清醒，结果可能继续豪饮更多酒。这就是为什么咖啡因常被酒吧掉进鸡尾酒里，让人不自觉多点几杯。然而这样容易导致酒精摄入过量，甚至中毒，因为身体其实已经不剩，酒力却还在灌。美国曾有年轻人喝掺咖啡因的能量酒过量致死的案例，引发当局警告不要将酒精和高咖啡因饮料混合。再者，咖啡和酒都会让人脱水，酒精利尿，咖啡因也利尿，一起喝等于严重脱水，导致电解质不平衡，头痛眩晕加剧，隔天宿醉会更难受。对肝脏而言，酒精是直接的毒素，咖啡虽有保肝作用，但挡不住你一边猛灌酒啊。肝脏得同时代谢酒精和咖啡因这两种东西，工作量爆表，长期下来仍然可能受损。如果有人靠咖啡解酒，那更是错上加错。咖啡根本不能加速酒精代谢，只是让你脑子清醒一会儿，但酒精还在血里乱窜伤身，结果就是脑子清楚地感受身体在受罪，听起来有点悲惨。另外值得一提，咖啡和酒都是刺激神经的东西，一个让大脑亢奋，一个让大脑混乱，两个加一起对精神和情绪也有不良影响。有人发现，同时大量嗜酒又嗜咖啡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烦躁和抑郁倾向，可能和大脑神经递质被搞得乱七八糟有关。总之，咖啡加酒精这对组合看似浪漫，实则危机四伏。刘伯仁医师更直接点名，喝咖啡时碰酒精等同跟癌症交朋友，因为酒精本身就是一级致癌物，会诱发肝癌、食道癌等，再加上咖啡因推波助澜，危险度飙升。所以下次朋友喊你来杯咖啡调酒，不妨聪明拒绝，咖啡我喝酒就免了吧，守住这条底线，你的肝脏和大脑都会谢谢你。看完以上两大地雷，是不是对咖啡加什么最伤身有了清楚认识？记住，千万别咖啡加香烟，也别咖啡加酒精，避免让兴奋剂和毒素联手伤害你的身体。当然，除了这两样，前面提到的巧克力、高咖啡因饮品、保健品等，也不建议和咖啡同时摄取，各位也要留意哦。说了这么多禁忌，那有没有什么加分搭配是适合和咖啡一起享用的呢？有的。接下来介绍一位咖啡的黄金好搭档，跟咖啡一起，不但护肝，还能抗发炎，让你的咖啡从不错变成超赞。它就是纯可可粉。许多人喝咖啡喜欢加点奶精和糖，但那只会增加热量和反效果。其实最养生的喝法是黑咖啡单喝，不加奶不加糖。但是单喝黑咖啡有时太苦太单调，这时可以加一小时100%纯可可粉，不含糖的那种天然可可粉，摇身一变成为黑咖啡加黑可可的黑加黑组合。这可是营养专家大力推荐的喝法哦。被称为无毒酵母的营养师谭敦慈就分享，他每天的咖啡都会加一匙纯可可粉，有时甚至直接丢进一块85%以上的黑巧克力，让苦咖啡碰上苦巧克力，风味绝配，健康加成。为什么咖啡加可可这么厉害？原因有好几点。首先，可可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如可可多酚、黄烷醇等和咖啡的抗氧化氯原酸，可说强强联手，提供更全面的抗发炎作用。现代人压力大，常发炎，咖啡加可可就像为身体穿上双层防弹衣，替我们对抗发炎反应，保护肝脏、心血管等器官免受自由基侵害。研究发现，经常摄取可可多酚有助于降低肝脏发炎指数，对肝脏健康有益，而咖啡本身也有护肝效果，两者搭档，护肝威力更上一层楼。其次，降血脂、稳血糖效果更好。咖啡因能促进代谢，动员脂肪分解，而可可中的多酚被证实可以降低坏胆固醇 LDL， 提升好胆固醇 HDL。谭敦慈提到，黑咖啡加黑可可的喝法
可以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为胆固醇和血糖都有更好的控制。同时，可可还含有钾、镁等物质，有助血压稳定。对于需要控糖的人，可可粉带有天然苦香和淡淡的回甘巧克力味，不用加糖也让咖啡更顺口，避免了加糖后血糖飙升的问题。再者，提升心情与专注，咖啡我们都知道能提神醒脑，而可可中含有可可碱和少量咖啡因，也有振奋情绪的作用。更妙的是，可可能促进大脑分泌快乐荷尔蒙、血清素和多巴胺。喝下咖啡可可后，人会感到心情愉悦，专注力 up。难怪很多人喝摩卡咖啡、咖啡加巧克力时会觉得特别满足开心。只是一般摩卡都加了糖浆和奶油，我们改用纯可可粉来取代，更健康无负担，却一样让你从味蕾幸福到大脑。最后，可可还有个加分小秘密，护肤抗老。可可多酚不但抗氧化，还被发现有助于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预防晒黑和皱纹产生。所以黑加黑常喝的人，可能连皮肤状态都比一般爱喝加糖奶咖啡的人要好，气色更红润呢。虽然这是额外收获，但谁会嫌年轻呢？对吧？当然，咖啡加可可固然好处多多，但分量适度很重要。可可粉每天1小时，约5公克就够，不需要大勺狂倒。因为可可本身也有热量，过量也可能造成心跳加快等问题。另外，挑选纯天然无添加的可可粉或高浓度黑巧克力，才能确保摄取到的是营养而非一堆糖。如果找不到可可粉，加入1小块高纯度黑巧克力，在热咖啡中让它融化，也是不错的替代方式。除了可可，其实咖啡的健康绝配还有一些，例如前面提到营养师谭敦慈建议用酪梨、牛油果、香蕉等天然食材来搭配咖啡当点心，比起蛋糕、甜甜圈这类精致甜点要健康太多。酪梨富含好油脂和维生素 E， 抗发炎又护心护肝，香蕉钾离子丰富，可以中和咖啡的利尿影响，预防抽筋，还有助肠胃蠕动。再配上一杯香醇热咖啡，既满足口腹之欲，又为身体加营养分，这才是聪明的咖啡享受之道。总之，咖啡加一物护肝抗发炎绝对不是传说，你可以选择在咖啡里加一味纯可可粉来强化健康效益。如果想吃点心，就挑酪梨、香蕉这类健康食物来佐咖啡。善用咖啡的黄金搭档，你的咖啡时刻不仅惬意，还会变成养生时间哦。聊完咖啡的好处和地雷，最后压轴登场的是正确喝咖啡的5个实用招数。这可是由专家名医们总结出的经验谈，帮你把咖啡的益处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想当一个聪明的咖啡爱好者，以下5招一定要记住。第一招，选对咖啡豆，自己研磨最新鲜。好咖啡从选豆开始，想喝的健康，尽量选择品质好的咖啡豆，最好是买整颗豆自己研磨，而不是买已经磨好的咖啡粉。原因是咖啡豆一旦磨粉，接触空气后氧化速度加快，会产生许多对身体不利的自由基，自由基过多会伤害细胞，长期累积可能诱发老化和癌症。所以我们希望减少咖啡中的自由基，买整豆回家现磨，可以确保每次喝到的新鲜咖啡都香气浓郁，又富含抗氧化物。研磨后的咖啡粉要密封保存在干燥不透明容器中，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就像食物放久会腐败一样，咖啡也怕生锈，用密封罐装好，放在阴凉处保存，咖啡的风味和营养都能留得住。除了新鲜，咖啡豆品种和烘焙程度的选择也有门道。一般阿拉比卡豆风味细腻，咖啡因含量较低，罗布斯塔豆咖啡因高但较苦涩。如果怕睡不着，可以选前者。烘焙则建议中度烘焙最理想，因为浅焙虽保留较多绿原酸，但咖啡因较高，酸味重。深焙咖啡因降低，但长时间高温会破坏部分有益物质，而中焙在风味和营养上取得平衡。第二招，掌握黄金时间，早上10点再喝第一杯。很多人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抱着咖啡杯啜一口，但名医提醒，早上起床不要立刻灌咖啡，最好等一等，选对时间喝效果更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有个天然的晨间荷尔蒙叫皮质醇，刚起床的头几个小时，皮质醇分泌处于高峰，它会让我们感到清醒，
有能量相当于自带的提神因子。如果一醒来就喝咖啡，咖啡因等于与皮质醇撞车，在你最不需要额外提神的时候雪上加霜，反而可能增加焦躁感。而且早起空腹喝浓咖啡也容易伤胃，所以正确做法是起床后先利用皮质醇带来的自然清醒度活动活动，比如吃早餐、整理仪容。等过了2-3个小时，皮质醇开始下降，出现点倦意时，再来享用上午10点的咖啡。这时间喝咖啡因接棒提供能量，刚好填补精神下滑的空档，提神效果最好。很多上班族都有早上一杯、下午一杯的习惯，其实上午这杯卡在10点左右最适宜，而且早餐后喝咖啡也不怕刺激空腹，对胃比较友善。一开始改掉起床马上喝咖啡可能有点不习惯，但试几天你会发现10点咖啡真的更让人神清气爽，一整天效率 up。 这就是符合生理时钟的聪明喝法啦。第3招，控制每日咖啡因摄取量。再好的东西过量也变坏，咖啡因尤其如此。专家建议成人每日咖啡因摄取不宜超过4毫克，这相当于约2到4杯咖啡，视每杯浓度而定。一般美式中杯约含150到200毫克咖啡因，超过这个量，副作用风险会大大增加。我们前面提到，喝太多可能失眠、心悸、胃痛等等，所以务必量力而为。怎么计算呢？举例，你早上喝了杯拿铁，含1 shot 浓缩，约100毫克咖啡因，下午又来杯美式，约150毫克，加起来250毫克左右，就差不多了。如果晚上又嘴馋想喝，最好选低因或无咖啡因咖啡。有人觉得自己咖啡喝不够会头痛没精神，那其实是咖啡因依赖的警讯，反而更需要减量，可以循序渐进少喝一点，让身体恢复对咖啡因的敏感度，而不是一味加量寻求刺激。也可以搭配喝茶，茶的咖啡因较低，还有茶氨酸助放松，交替使用不会觉得太累。总之把握400毫克法则，千万别逞强斗咖啡，一天顶多3杯中杯咖啡足矣，让咖啡保持在锦上添花的辅助角色，而不是滥用成让身体吃不消的兴奋剂。第4招，咖啡趁新鲜热饮，别久放慢慢啜。很多现代人一杯咖啡捧在手，可以从早喝到午，边工作边喝不亦乐乎。然而长时间把咖啡晾在外面慢慢喝，风险你想过吗？咖啡放太久会怎样？首先酸度提高，你可能发现冷掉的咖啡喝起来特别酸涩，那是因为化学变化导致 pH 值下降，酸酸的咖啡喝下肚，对胃的刺激变大，容易引起消化不良或胃灼热。如果加了奶的咖啡久放，还可能滋生细菌、变质，喝了拉肚子可就糟糕。其次，咖啡中的香味和抗氧化物质会随时间流逝，现煮咖啡富含的那些好东西，多酚、挥发油等，暴露空气中1-2小时就会大打折扣，相当于精华跑光，只剩苦涩咖啡因在撑场面。这样的咖啡不仅营养少，对牙齿也有害。放凉变酸的咖啡更容易腐蚀牙齿珐琅质，难怪牙医说老啜着一杯咖啡容易牙黄牙敏感。正确的做法是，冲泡好的咖啡最好在30分钟到1小时内喝完，趁温热新鲜时入口，风味最佳，对肠胃牙齿的刺激也较小。如果一时喝不完，可以倒进保温杯，短暂保温，但也不建议超过2小时。一杯咖啡拖拖拉拉喝一整天，不如分成2次，各泡一杯新鲜的来喝。喝一口咖啡后，可以喝一口白开水漱口，减少残留，这样既享受了美味，也不会让咖啡变成伤害牙齿和肠胃的隐形杀手。第5招，下午过后不喝含咖啡因的咖啡。为什么很多人到了晚上辗转难眠？可能下午那杯咖啡在作祟。咖啡因在体内的作用持续时间可达6到8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下午3点喝了一杯拿铁，到了晚上9点还可能有一半的咖啡因在体内兴风作浪，让你难以入眠。因此专家建议中午过后尽量不再摄入咖啡因，特别是有睡眠问题的人士，更要严格执行午后咖啡零政策。如果真的嘴馋想喝点有咖啡味的东西，可以选择无咖啡因咖啡 Decaf， 现在很多咖啡店都有提供，用特殊方法去除了大部分咖啡因，但保留咖啡风味，喝了比较不影响睡眠。还有一个小技巧叫咖啡小睡，在午餐后困倦时先喝一杯咖啡，喝完立刻小睡20分钟，
因为咖啡因大概20到30分钟后才发挥作用。等你小睡醒来，咖啡因正好上线，整个下午都神清气爽。这种方法被证实提神效果比单纯喝咖啡或单纯小睡都好，适合需要打起精神的上班族。但要注意下午小睡别贪长，最多20分钟，不然进入深眠醒来会更累。另外，许多花式咖啡如卡布奇诺、焦糖、玛奇朵等，除了咖啡因，还添加很多奶精、糖浆。下午喝这些高热量咖啡，除了影响睡眠，还可能因为活动量变少，导致热量囤积，长期发胖。营养医生就提醒，早上身体代谢旺盛，适合摄取稍多热量，但下午和晚上代谢变慢。如果再喝一大杯甜咖啡，热量消耗不掉，就变脂肪囤积起来，对健康和身材都不利。所以下午以后能不喝就不喝咖啡，特别是加糖加奶的种类更要少碰。如果非喝不可，就选纯黑咖啡，而且提早在3点前解决。一旦太晚喝，就准备数羊吧。规律作息、良好睡眠和健康咖啡其实并不冲突，只要守住时间红线，你既能白天喝咖啡提神，夜晚也能安心入睡，一举两得。说了这么多，终于到了总结的时候。亲爱的咖啡爱好者们，咖啡绝对可以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关键在于如何聪明地喝。请牢记今天分享的重点，喝咖啡千万别碰那2种东西，远离香烟和酒精的魔掌，尝试给咖啡加上一样好东西，1小时纯可可粉，让咖啡变身护肝抗炎饮品。遵循名医教的5招正确喝法，从选豆、时间、分量到搭配、进食，每招都是为了让咖啡更健康。做到这些，你就能尽情享受咖啡香醇的同时，收获满满的健康益处，而且把风险降到最低。最后，用一个轻松的比喻做结尾，把喝咖啡比作开车，上路前要选对车子，好咖啡豆，加对燃料，健康搭配，行车中遵守交规，饮用原则，避开险路，禁忌组合，这样才能一路顺风，平安抵达幸福健康的终点。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的咖啡之旅更加安全愉快。现在就请你安心地捧起咖啡杯，闻香、啜饮、微笑，每一口都是享受，每一口也为健康加分。祝你从此喝咖啡，喝出聪明，喝出强健，精神满满的迎接每一天。你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不是也先来一杯香浓的咖啡，让自己清醒过来？对于许多人来说，咖啡简直是生活必需品，没有它就没有精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杯每天陪伴你的咖啡，除了提神之外，可能也在悄悄地对你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太友好的影响。长期喝咖啡究竟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坏处？咖啡豆烘焙得浅一点还是深一点，对健康有没有差别？每天在便利店买的超商咖啡真的安全吗？还有那种方便的滤挂式咖啡，会不会让我们喝下塑胶微粒？今天我们就来一一揭开关于咖啡的这些秘密，让每一位爱咖啡的你都知晓真相。先别急着担心，咖啡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适量饮用咖啡对人体还有不少好处，比如提高注意力和振奋精神，甚至有研究指出，咖啡可能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但凡事都有两面，咖啡喝太多或者喝得不当时，它的一些黑暗面就可能出现。我们来盘点一下长期喝咖啡可能带来的几大坏处，你中招了吗？一是容易上瘾，产生依赖。咖啡里的主要成分咖啡因是一种让人兴奋的物质，喝了会让人精神振奋。然而，正因为它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长期大量摄入会让身体逐渐习惯这种刺激，结果就是一旦哪天没喝咖啡，你可能就感觉没精神，甚至出现头痛、疲倦、情绪低落等不适。这其实是典型的咖啡因戒断症状。很多咖啡爱好者笑称自己的血液里流淌的都是咖啡，一杯不喝就浑身不对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你发现自己每天不喝咖啡就难受，那恐怕已经对咖啡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依赖。别误会，咖啡因成瘾不等同于什么可怕的毒瘾，但确实会让你离不开咖啡。所以呢，还是得适可而止，偶尔也尝试减少咖啡摄入，让身体不至于完全被咖啡因控制。第二，可能引发焦虑和心悸。你有没有喝完浓咖啡后感觉心跳加速、手心出汗，甚至有点坐立不安？
咖啡因会促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触发战斗或逃跑反应，这就难免带来一些焦虑感。有些人天生对咖啡因特别敏感，喝一点点就心慌和心跳加快，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咖啡让你的神经开始飙车。如果本来就容易紧张，过量咖啡只会火上浇油，让你更加焦虑烦躁。另外，心脏方面，咖啡因会暂时提高血压和心率。对于心脏健康的人来说，1-2杯咖啡没啥大碍，但如果喝太多，或者自身有心律不齐的问题，就可能诱发心悸和心跳不规则。有些研究发现，一部分人的基因决定他们代谢咖啡因的速度较慢，这类人喝咖啡更容易出现心悸，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如果你每次喝咖啡都会心慌胸闷，就要警惕是不是喝多了。或许你属于对咖啡因特别敏感的那一群人。第三，影响睡眠质量，这一点很多人深有体会。咖啡提神的效果有多好，妨碍睡眠的本事就有多大。咖啡因在人体内代谢需要好几个小时，一般喝下去后3到7小时，体内咖啡因浓度才会减少一半。所以，如果下午或傍晚还在猛灌咖啡，到了晚上很可能大脑依然兴奋得像打了鸡血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长期睡眠不足又会引发一连串健康问题，形成恶性循环。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每天晚上照样喝咖啡，依然睡得着。确实，每个人对咖啡因的敏感程度不同，有的人百毒不侵，喝完咖啡倒头就睡，这通常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咖啡因的存在。但即便能睡着，咖啡因仍可能影响睡眠的深度，让你睡得不够踏实，不够香。更别提那些对咖啡因极为敏感的人，下午喝了杯拿铁，也许半夜还在数羊到天亮呢。一般建议尽量在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碰含咖啡因的饮料，尤其是打算11、2点就寝的人，这样可以给身体足够时间代谢掉咖啡因，避免咖啡搅了你的美梦。第四，可能导致胃部不适和肠胃问题。空腹喝黑咖啡，你是不是体会过胃里翻腾的滋味？咖啡因以及咖啡中的某些酸性物质会刺激胃酸分泌，空着肚子来一杯，很容易让胃酸过多，结果引发胃痛或胃灼热。有胃溃疡或胃酸倒流等问题的人对这点特别有感。很多人为了养胃，喜欢在咖啡里加点牛奶和糖，觉得这样就不伤胃了。然而，糖和奶只能稍微中和咖啡的苦味，并不能阻止咖啡因刺激胃酸。正确的方法是不空腹饮用咖啡，最好在吃过早餐或午餐后再喝，这样胃里有食物垫着，就不容易出问题。另外，咖啡还有一定刺激肠道的作用，能促进肠道蠕动，这对有些便秘的人来说倒是好事，一杯下肚，马上通畅。但对某些敏感体质来说，咖啡可能让肠胃过于活跃，甚至引起腹泻。每个人肠胃反应不同，关键还是适量观察自己的反应。如果喝咖啡总觉得胃不舒服，不妨调整一下喝咖啡的时机，比如改在饭后再喝，或者干脆减少摄入量。第五，关于骨质疏松的担忧，有传言说喝太多咖啡会导致钙质流失，进而诱发骨质疏松，尤其对女性不好。这件事呢，有一点点科学依据，但也不必过度恐慌。咖啡确实会轻微影响钙的吸收，并且咖啡因的利尿效果会增加钙随尿液流失的量，但未冲煮的生咖啡豆中含有草酸和单宁等，会阻碍肠道对钙的吸收。而咖啡豆经过烘焙、研磨再冲泡成咖啡后，其中草酸含量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据估计只有红茶的1/5，卷心菜的1%，以及菠菜的1/1000。因此，正常饮用咖啡导致的钙流失程度很有限。如果每天钙质摄取充足，达到每日建议摄入量，那么适量喝咖啡对骨骼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在你本身钙摄入就不足，又长年累月的狂喝超大量咖啡的情况下，才可能加剧骨质疏松的风险。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本来骨质流失就比较快，更不建议一天喝太多咖啡。简单来说，咖啡并不会直接把你的骨头泡软，但爱喝咖啡的人也要记得补钙。喝咖啡的同时，注意每天摄入足够的牛奶和深绿叶蔬菜等钙质来源，或者额外补充钙片，这样基本能抵消咖啡对骨骼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以上几点，长期大量喝咖啡
还有一些其他小麻烦，例如血压升高和轻度脱水。咖啡因会让血压在短时间内上扬，不过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长期喝咖啡就一定导致高血压。另外，咖啡具有利尿作用，喝多了会让人频繁跑厕所，但别忘了，咖啡本身也是液体，适量饮用不至于真的让人脱水，只要你不把咖啡当白开水一样猛灌就好。孕妇如果摄入过多咖啡因，还可能增加流产风险，因此孕期女性通常被建议严格限制咖啡因的摄入。听起来咖啡有这么多副作用，挺吓人吧？其实这些问题多半只有在摄入过量或者特殊人群身上才会明显出现。普通人如果每天喝1-2杯咖啡，大约总共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身体一般完全扛得住，还可能从咖啡中受益呢。关键就在于适度，俗话说过犹不及。了解了这些潜在的问题，我们就能更聪明地享受咖啡，避开其中一些坑。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咖啡豆的烘焙程度是否会对健康产生影响。市面上的咖啡豆常根据烘焙深浅分为浅焙、中焙和深焙。浅焙豆颜色较浅，酸味突出，咖啡风味清爽；深焙豆颜色深且油亮，带有浓烈苦香和焦糖风味。那问题来了，咖啡烘焙的深浅会影响它对健康的好坏吗？其实，不同烘焙程度的咖啡在化学成分上确实有一些差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烘焙程度会影响咖啡中的有害物质含量，典型例子就是丙烯酰胺，这是一种在高温烘烤过程中产生的潜在致癌物。浅焙咖啡豆由于烘烤时间较短，往往保留了更多的丙烯酰胺；深焙豆烘烤时间长，温度更高，会分解掉一部分丙烯酰胺，所以含量低一些。有研究指出，浅焙咖啡的丙烯酰胺含量确实高于深焙咖啡，不过我们不必因此谈丙烯酰胺色变。要通过喝咖啡摄入足以致癌的丙烯酰胺，恐怕一天得灌下几十升咖啡才行，这显然不现实。此外，深焙咖啡在高温下还会生成一些其他副产物，例如呋喃类化合物，过量摄入对健康也不利。但和丙烯酰胺一样，这些物质在1-2杯咖啡中的剂量非常微小，正常饮用无需过度担心，除非你天天喝那种烘得焦黑发苦的炭烧咖啡，否则咖啡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并不会高到足以抵消其益处。其次，不同烘焙度的咖啡抗氧化物质含量也有区别。咖啡里著名的抗氧化成分是绿原酸，它属于多酚类物质，对抗自由基、减少发炎都有帮助。不过绿原酸不太耐热，烘焙时间越长损失越多，所以浅焙咖啡保留的绿原酸最多。随着烘焙加深，绿原酸含量逐渐降低。有人可能会想，那岂不是浅焙咖啡更健康，抗氧化效果更强？确实，浅焙的抗氧化物质略胜一筹，但深焙咖啡也并非一无是处。深度烘焙会产生一些新的化合物，比如类黑素，也就是咖啡豆表面形成的深色物质，它本身也具有一定抗氧化能力。另外，深焙咖啡尝起来虽然更苦，可其中一些复杂风味物质，咖啡豆在梅拉德反应中生成的产物，也可能对健康有益。总的来说，浅焙和深焙咖啡在抗氧化方面各有千秋，差异没有想象中那么悬殊。再次，烘焙深浅还会影响咖啡对肠胃的刺激性。很多人以为深焙咖啡味道苦涩浓烈，所以更伤胃，但事实恰恰相反，浅焙咖啡通常酸味较强，酸度高往往更容易引起胃酸分泌，对胃部的刺激也更明显。而深焙咖啡酸味低，对胃的刺激相对小一些。更有趣的是，深焙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名为 N-甲基吡啶的特殊物质，它能够抑制胃酸分泌。研究发现，添加了这种物质的深焙咖啡比中焙咖啡更不容易刺激胃酸过多。因此，对于有胃酸过多或肠胃敏感的人来说，选择深焙或深度烘焙的咖啡可能比浅焙咖啡更温和。当然，每个人情况不同，如果你喝某种咖啡总觉得胃里不舒服，那就尽量避开吧。最后，很多人关心烘焙程度对咖啡因含量的影响。一般来说，咖啡豆在烘焙过程中，咖啡因不会大量流失，除非烘得焦黑碳化。深焙豆因为失水更多，质地更轻，按重量计算单位咖啡因含量甚至略高于浅焙豆。但如果按体积来算，
比如同样一勺豆子，浅焙豆更密实，所含的咖啡因可能还略多一些。所以浅焙和深焙咖啡的提神效果其实差不多，并不存在深焙就含更多咖啡因，浅焙就不提神的说法。真正决定咖啡因摄入量的是你喝了多少咖啡，以及咖啡豆的品种。例如罗布斯塔豆的咖啡因含量就显著高于阿拉比卡豆。无论浅焙还是深焙，喝太多了都不好。总而言之，从健康角度看，咖啡的烘焙深浅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浅焙咖啡保留了更多有益抗氧化成分，但也带来了较高的丙烯酰胺含量和酸度。深焙咖啡有害物质含量更低，对胃也更友好，但部分有益成分略少一些。如果你特别在意某一方面，比如想摄入最多的绿原酸，可以偏好浅焙；如果肠胃敏感，就试试深焙。不过，相比烘焙度，更重要的是选择质量可靠的新鲜咖啡豆。无论浅焙还是深焙，霉变或劣质的豆子才是健康更大的隐患。总之，选你喜欢的烘焙度，让咖啡带给你愉悦就好。健康上的差别并不大。每天早上一杯超商咖啡已经成为不少上班族和学生族的日常标配。便利商店里的现煮咖啡便宜又方便，但最近坊间流传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声称不要再喝超商咖啡了，理由是咖啡没有用滤纸过滤，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这听起来吓人吧？究竟超商现磨咖啡能不能喝，其中有没有什么风险呢？先来说说滤纸过滤的问题。一般如果用滤纸过滤咖啡，滤纸会吸附掉咖啡中的油脂，而超商咖啡机通常使用高压萃取法，冲出的咖啡类似意式浓缩，并没有经过纸滤网，会把咖啡豆里的油脂成分全部带入杯中。咖啡油脂里含有一种物质叫咖啡醇，它是咖啡豆油脂中的天然化合物。有研究指出，大量摄入咖啡醇可能导致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升高。换言之，长期狂喝未经滤纸过滤的咖啡，可能使胆固醇略有上升，这就是网传谣言所依据的理论。然而，这种影响通常要在非常高的摄取量下才会显现。一般人每天1-2杯超商咖啡，摄入的咖啡醇远不足以严重干扰胆固醇代谢，何况有没有滤纸并不是判断咖啡安全与否的关键。欧洲不少传统咖啡，比如法式绿鸭壶煮出的浓咖啡，也不经过滤纸，但欧洲人喝了几百年咖啡，该喝还是照喝。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本身胆固醇就偏高，又每天喝很多杯未过滤的浓咖啡，那确实有可能进一步推高胆固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改喝用滤纸过滤的咖啡，例如手冲、美式低滤，或者干脆减少咖啡摄入量。总之，正常饮用超商咖啡并不会让你的血脂瞬间飙升。有关它伤身的传言明显夸大其词。接下来谈谈咖啡豆的品质。有人觉得超商咖啡那么便宜，用的豆子肯定很差，喝了会不会不健康？其实，大型连锁便利店对咖啡豆的采购和品控还是很重视的。像7到11和全家这类超商使用的咖啡豆，通常来自专业烘焙厂商，不会采用发霉变质的豆子，而且他们卖出的咖啡量大，也会定期检测品质，包括咖啡因含量是否过高，以及有无霉菌毒素超标。所以，从食品安全角度看，超商咖啡豆本身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当然，超商为了压低成本，常常使用价格较低的罗布斯塔豆拼配，这种豆子咖啡因含量很高，风味也比较苦涩。也就是说，因为咖啡因更多，超商咖啡的提神效果往往更强劲，但口感上可能比不上精品咖啡馆的新鲜手冲细腻。不过要论健康风险，罗布斯塔豆虽然味道粗犷一些，却并不比阿拉比卡豆更不健康。只不过喝了高咖啡因饮料，你可能会心跳更快罢了。所以如果你对咖啡因特别敏感，喝超商的大杯咖啡容易心悸手抖，那么可以选择小杯一些，或者减少饮用频率。还有就是新鲜度和卫生问题。便利店咖啡机里的咖啡豆每天都会补充更换，磨出的咖啡粉算是新鲜，不会放好几天变陈。另外，这些商家的咖啡机通常每天都会清洁并定期保养，你大可不必担心喝到霉菌或机器残留物。有些人疑惑超商咖啡放久了会不会变质，其实便利店都是现点现做，咖啡做好后，如果超过几分钟没人取，店员就会倒掉重新制作，不会让一杯咖啡在机器里趴一整天。
因此超商咖啡在清洁卫生和新鲜度上基本过关，这一点可以放心。最后，我们来对比一下超商咖啡和咖啡馆现磨的差别，主要区别无非在于风味和萃取方式，对健康影响并没有明显不同。便利店咖啡机采用高压萃取，萃出的咖啡接近意式浓缩，而咖啡馆常见的美式咖啡一般用热水将浓缩液稀释。相比手冲低滤咖啡，超商咖啡保留了更多的油脂成分，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点差异对健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特别讲究咖啡的香气和口感，当然精品咖啡店的新鲜手冲更让人满足。而如果你只是需要一杯安全可靠的提神饮料，超商咖啡完全可以满足需求。总的来说，超商咖啡是可以放心喝的，它跟其他咖啡一样，关键在于适量。你要是一天灌5-6杯，不管什么咖啡都受不了。所以别被那些危言耸听的传言吓住了，正常去享受你的便利店咖啡就好。它评价好喝，提神有效，偶尔还推出新品，满足你的口味惊喜。只要不过量，超商咖啡绝不会成为你健康的绊脚石。很多咖啡爱好者喜欢买那种一包包的滤挂式咖啡，撕开包装挂在杯沿，冲入热水就能随时随地享用一杯新鲜咖啡。它方便又香醇，但也有人担心滤挂包的材料会不会在高温下释出塑胶微粒，让我们把塑料碎片一起喝下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滤挂包的材质。别看它像纸，其实绝大多数滤挂咖啡的滤袋并不是传统的纸，而是一种无纺布材质，通常由聚丙烯、PP 或聚酯 PET 等塑料纤维制成。这种材料结实耐热，所以滤挂包在热水冲泡下不易破掉。但与此同时，滤袋毕竟是塑料纤维织成的网，在高温冲泡时难免会有极细微的塑胶颗粒释出到咖啡中。有研究发现，塑料材质的茶包在沸水中浸泡5分钟后，会释放出数百亿颗微塑胶颗粒。想想看，如果滤挂咖啡的滤袋也是类似的材质，那么我们在享受咖啡香味的同时，也难免会摄入一些看不见的塑料微粒。曾有传闻称，滤挂式咖啡的滤袋为了防水防烫，添加了所谓的湿强剂这种致癌化学物质，泡咖啡时会溶出到饮料中，这听着更吓人。不过后来台湾食药部门抽检市售的滤挂咖啡，发现所有滤袋材质都是 PP、PET 或 PET 这类塑料纤维的不织布，并非纸材质，因此根本不需要添加什么湿强剂。换句话说，滤挂包本身就是塑料做的，不存在额外添加致癌物的问题。滤纸溶出毒物的说法可以放一边，但滤袋是塑料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微塑料释出的可能性。那喝进这些微塑料怎么办？目前科学界对人体摄入微塑料的影响还没有定论，一些研究已经在人体血液和胎盘中检出了微塑料颗粒，这说明我们平时通过各种途径多少都吃进了一些塑料。不过短期内，微塑料不会像剧毒物质一样让人立即生病，它更多是一个长期隐蔽的隐患。有学者担心微塑料进入体内可能引发慢性发炎反应，或者携带其他污染物，对健康造成影响。也有观点认为，微塑料颗粒太小，大部分会随粪便排出，不会在人体累积。总之，少吃塑料总比多吃好，能避免则尽量避免。那是不是意味着喜欢滤挂咖啡的人很危险？其实倒也不必恐慌。首先，滤袋每次释放的塑胶微粒虽然数量庞大，动辄几十亿上百亿颗微粒，听着确实吓人，但这些颗粒体积极微，以纳米级为主，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样的剂量会直接危害人体健康，所以偶尔喝一杯滤挂咖啡问题不大。但如果你每天都喝上好几包，长期累积摄入的微塑胶也不可小觑。谨慎起见，不妨换个方式冲咖啡，可以使用咖啡粉加酯滤纸手冲，酯滤纸基本不含塑胶成分，或者用法压壶等其他器具萃取咖啡，至少减少热水直接接触塑胶材料的机会。市面上也有号称采用生物可降解 PLA 淀粉材质制成的滤挂袋，相对来说释出塑料微粒的风险会低一些。如果买得到这类产品，不妨优先选择。总的来说，滤挂式咖啡的滤袋通常含有塑胶成分，在高温冲泡时可能会释出微量的塑料微粒，喝1-2次当然感觉不到什么，
但长期每天摄入是否对健康有影响，目前不好说。谨慎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尽量减少通过饮料摄入塑胶的机会。如果你对此介意，不妨偶尔改变冲泡方式，或者选择材质更安全的滤挂产品。不要忘了，塑胶微粒如今几乎无处不在，我们喝的水、吃的盐里都检测得到微塑料。相比之下，一杯滤挂咖啡里那一点点塑胶微粒，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们要做的就是心中有数，适度改善习惯，这样既能享受便利美味，又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塑胶摄入。